Hello， 大家好，歡迎回到財經隨便聊。我是 Finance 三個 George， 我是 Finance 三個 Chloe。好，那不知不覺我們的11月都已經走到一半了。那這個時候呢，我們這一個禮拜的新聞又有什麼想要跟大家去好好聊一聊呢？這一周好像也蠻多新聞想要跟大家分享。是的，在這一周我們做了很多收集數據的時候，發現哇，有太多的新聞要跟大家聊。那麼多當中呢，有一些是我覺得特別想要跟大家去 highlight 一下的。比如呢？比如就是美國政府停摆的事件，因為特朗普成功在他任期內再次刷新了自己的記錄。是，所謂只有特朗普可以打敗特朗普。確實，真的是legend，我覺得哈。那我就直接開始我們今天的財經隨便聊，我們就廢話不多說了，好不好？那在我們開始我們的財經隨便聊，又再次要感謝我們的 Spark Coffee 先了啊！感謝 Spark Coffee 在我們每一次的錄制呢都出現，讓我們有非常好喝的咖啡。而今天不只有咖啡哦，Chloe今天還喝的是 Matcha Latte， 來跟大家講 Matcha Latte 好不好喝？好喝，這個是我的 favorite。怎麼不給我敲一下？怎麼每次都敲？走一個儀式。好了，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我們來聊一聊特朗普吧。那麼關於這次美國政府停擺的這個事件呢，其實我們在之前的財經隨便都聊過了這個事情。我們在一開始進入停擺，那個時候我們還在猜測，到底整個美國政府停擺這一次會是多少天？沒想到1個月過去了，又再一次創下了新高。那根據我們拍攝的時候截至美國時間2025年的11月10號呢，其實整個美國聯邦政府的 shutdown 創紀錄了41天，已經是最長一次了。那麼這一次的事件到底是由什麼引發呢？我們就不多去赘述了，因為之前已經跟大家聊過。最主要就是我們的 Republican 跟我們的 Democrat 他們之間不能因為一個法案去達到協議，就是臨時撥款法案，各自有各自的立場，導致了這個臨時財政撥款不能下來，導致了整個美國政府沒有錢去運作，所以就進入了停擺的狀態。那麼在這一次的事情發生呢，其實已經看到一些轉機了。轉機出現在哪裡呢？在這次的上議院呢，其實已經正式了妥協。在最新的11月9號晚上的時候呢，這個關鍵性的突破來自哪裡呢？美國國會的上議院呢，已經以60票支持、40票反對的最低門檻票數通過了這一項關鍵的程序性的這個投票，所以他們已經成功推進了一項就是臨時的撥款法案，給大部分的這個聯邦機構會有一些資金，直到2026年的1月30號，也變成說政府機構可以恢復運作了。當然了，目前在我們拍攝的時候呢，這個法案只通過了上議院，還需要通過眾議院，然後再去到給特朗普簽名才能正式生效。所以這中間可能還需要多幾天的時間。幾天罷了，不知道幾個月。沒有，還需要多幾天時間。這樣不知道這40多天的這個停擺到底有影響到了什麼？哇，其實影響很大一下的其實最直接影響的就是我們講政府的工作人員。那影響哪裡呢？我來先大概給大家一個概括國外的這些媒體上面我們獲取了一些數據。根據報道，目前應該是有差不多140萬名的聯邦僱員，就是我們講公務員處於無薪休假的狀態，或者無薪工作的部分。而更加具體的統計呢，其實是有67萬人是被停薪留職的，而有73萬人是被迫無薪工作的，就是他工作但是沒有薪水的。所以總數加起來是差不多140萬人左右，也是一個很驚人的數字。關鍵的幾個崗位會受創呢，其實就是有1.3萬名的這個空中交通管制員，就是指揮交通的啦，5萬名的機場安檢人員入境跟離境的還有就是20萬名的社會福利審核員，甚至還包括一些邊境的巡邏人員FBI 特工或者一些執法人員等等，這些人其實都是變成無薪在工作的。而在這一次的數據當中呢，有一項調查有顯示了42%的這些無薪的員工沒有拿到薪水的員工，已經開始出現他們的房貸或者信用卡逾期的問題。就他們開始還不起他們的貸款了甚至還有什麼呢？還有大量的政府的承包商，我們講那些 cleaner 那些 security 在政府聯邦大樓做工的也已經失業了，因為他們跟正式的員工不一樣，他們是被停止工作的話，之後如果講政府的撥款回來了，他們會拖欠的薪水會還回去嘛？可是這些承包商呢，不一定可是他們失業有什麼關係？因為政府沒有派薪水給他們嗎？對，可是如果說你是政府的公務員，你目前是沒有拿薪水工作嘛，或者沒有拿薪水被停止工作嘛，所以那些沒有拿薪水工作的人，之後政府的撥款一下來，你可以拿回你被拖欠的薪水。这個我 get 到吧？那些承包商是算私人的吧？對，因為他們是私人承包商，可是是政府的 contract 嘛，所以現在政府已經還不起錢，怎麼辦？你這些人就被迫停止工作了。所以可能這些人到時候欠的薪水是拿不回來的。而且其實不只是在聯邦的公務員方面，其實擴散了這整個美國的社會方面。我這樣子聽下來的話，我其實有2個問題想要問來，你說。因為你剛剛有提到那個空中交通的這個東西嘛，這樣不知道他們現在美國的那個空中交通那邊會不會有什麼混亂呢？可能飛機延誤還是被取消這種。有的，因為他們很
多我們剛才講了1.3萬空中交通管制員，包括了5萬名的機場安檢人員都被無薪工作嘛，所以無薪工作的情況之下呢，導致我們的人員短缺。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聯邦航空管理局 FAA 呢，他們已經下令全美國40個最繁忙的機場，他們都會縮減最高10%的航班。所以給你看一個數據啊，11月9號，單單這一天哦，整個全美國就有超過1500趟的這個航班被取消。超過數千趟的航班被延誤，這樣子那些買了飛機票的人有的 refund 嗎？你一的被取消，一的被 delay， 這是看你的那個航空公司的 policy 了。而且大家不要忘記哦，11月尾就是我們所謂的感恩節，大家要去慶祝12月的 Christmas 了。如果這個東西持續的話，其實對整個美國接下來這個假期，我們講的這個旅遊都會造成一定的影響哦，所以一定會有一點點的混亂了。好像你剛剛也有提到嘛，就是很多公務員都是在無薪休假或者是無薪工作的情況下，這樣你覺得有沒有可能會造成人民混亂？這種好像以前那種打仗之類那種這樣嚴重，應該不至於吧？打仗就不至於。但其實這一次的衝擊不只是在航空，其實很多低收入的群體，我們也看到了說一個打擊。其中一個呢，就是他們的補充營養輔助計劃，這個是一個食品券的部分，給那些低層的人士一些食品券，所以他們可以去買食物、去 claim 食物這樣子。而這次受影響呢，因為全美呢有差不多4000萬到4200萬人依賴這一個計劃來過生活。也因為這一次的政府停擺呢，超過預期嘛，所以在11月1號的時候呢，這個計劃就已經不夠錢了，所以他們就首次停止發放救濟金。所以你想想看哦，1號到現在已經過了要接近2個星期的時候，這些人都沒有援助計劃來幫助他們過生活。那個時候法官有介入，讓政府去動用一些應急的基金，但是呢，還是不足以覆蓋，因為你要知道這個福利支出哦，是每個月80億美元，所以是不夠的。而且他們給低收入兒童的這個早期教育基金呢，也被終止了。這個一個叫做起步計劃的部分，所以這個是直接影響到底層人民，還不止。醫療保健部分也是有，我們看到他們的保費上漲的風險也被提高了，因為 ACA 補貼呢，就是美國的這個醫療保健的補貼呢，它也是不能被延長，因為它也是不夠資金了。所以如果說它還是來不及去把資金帶下來的話呢，很可能這些美國人的保費會被大幅的上漲。所以這就是一個我們所看到目前幾個比較關鍵，從旅遊甚至到人民的這個民生問題，其實都出現了一些非常大的影響。這樣不知道它的這個停擺事件，然後會不會影響到美元或者是美國的股市呢？確實真的還好，因為像我們之前就談到嘛，我們之前聊過的時候，我們有提到過往的歷史記錄來看的話，美國政府停擺，其實對整個美國的股市影響不大的，對嗎？但是因為這次又超過了預期，然後其實它還不只是我們剛剛所提到這些，包括了美國最關鍵的一些統計局去公布數據的，包括他們的這個非農就業數據啊，他們的 inflation rate 等等的這些數據呢，都沒有被公布出來。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就會直接影響了市場到底對美國真實的情況、經濟狀態，大家感到擔憂。因為你超過了那個時間嘛，所以我更擔心咯。這個東西如果再持續下去的話，怎麼辦？美聯儲應該怎麼樣去做決定？所以這段時間呢，其實他們都真的只是在依靠私人企業的一些survey來給到的數據啊。以前他們不用了，但現在沒辦法，他們必須去參考。然後這些數據也看到說，美國目前的整個就職的行業其實還是有在下滑的情況，所以預計美聯儲可能還會再降息。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我們也看到其實美國的股市也有進行一點的波動啊，但那個波動不完全是因為來自美國政府停擺。更多就是我等下要講的第二個新聞。那我們就直接進第二個新聞。可以啊。好，那第二個新聞最主要呢，我看到的也是要聊關於整個美股大波動的情況。大家如果有關注到的話，在上一個禮拜，美國的股市是暴跌了。首先，其實我看到的新聞是來自南洋商報的，還有一個標題就寫着“星展銀行 CEO 叫大家繫好安全帶，講美國市場未來會非常動盪”。所以我就點擊了進去看。然後最主要呢聊了幾個東西啦，所以我先講一下，星展銀行其實是我們東南亞最大的銀行在新加坡 DBS Bank 陳書珊他就有聊到說，為什麼還要警告大家美國市場接下來會很波動，最主要2個原因，第一個因為估值過高，他認為目前美國整體的股市估值太高了，有可能形成個泡沫。第二，他覺得目前的整個美國股市上漲過度的集中了，集中在哪裡呢？那7大股，對，他覺得我們有數萬億美元的資金都捆綁在這7隻股票上面，而且是在 AI 的熱潮推動，所以他覺得這樣子的集中度呢，會讓我們的人民會很擔心，
不懂這個泡沫什麼是泡沫。I think 這個東西也是我們在很多期的 finance 上也聊起了，我們在很多期的財經隨便我們也聊起了這個事情，我們都講，到底是個泡沫嗎？還是估值過高的問題？所以他自己也提出了，其實他提出也不止他一個人的問題哦，其實包括了在這個峰會上面，我們有看到有一些華爾街的頂級投行都有提到了，包括了 Goldman Sachs。Goldman Sachs 的 CEO 呢，在這個峰會上面表示，未來12個月到24個月裡面呢，美股可能會出現回調10%到20%。因為他覺得目前整個科技股的估值已經很夠了，你不要再上了。這樣子，它的這個大波動是基於基本面還是市場情緒反應呢？其實基本上呢，我們說這整個美股大波動的情況，一定是根據基本面，也是根據市場的情緒，因為市場反應會直接影響我的波動嘛。但是他們是因為什麼去有了這個情緒呢？就是因為他們認為估值嘛，估值過高，可能就在基本面方面。當然了，你聊到基本面這個東西呢，我就有個東西可以更多去了解。因為什麼呢？我們有看到新聞，其實在這過去2個禮拜，很多華爾街的投行其實都有出來聊起目前的整個 AI 的開銷呢，好像他們發現到很多公司的支出，就是 expenses 已經慢慢的不能 cover 了，所以他就擔心說有沒有可能他們開始去借錢來投資在這一塊，可是他們賺回來的錢還慢過他們借錢要還的利息的時候，會影響他們的整體的這個成長，不能前進。包括了我今天早上在來公司的路上，其實也是有聽了這個新聞的部分，就有聊到了 Oracle 呢，他們是建了蠻多這個 AI 的數據中心，他們就看到了Oracle 的這個 AI 數據中心的這個投入啊 Capex 啊 over 了。所以他們覺得他應該沒有辦法去維持這樣子的支出，如果整個 AI 的 booming 收不回來錢的話，很可能就會是一場泡沫的開始，就是崩盤的意思。對，這就是根據華爾街投行的講法啦。但是我們也看到一些好的新聞 ，NVIDIA 就是Jensen Huang，他也是有去到了台積電的部分，就是說，台積電你們要繼續打開你的產能，因為他們目前的 demand確實高過那個 supply。我們也看到說，有 demand 高過 supply 的問題。我們也看到 OpenAI 有出來喊話，講說，AI 的市場現在我們還需要更多的支持去推廣。所以我們看到另一方面是財政方面，可能大家覺得他們已經不能支持。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市場上面對 AI 的需求好像又不錯。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我們就看到了，市場上有2撥人不同的想法。一些人是講健康的回調，一些人講泡沫真的是要破裂了。所以這次呢，我們就也正式的在這個新聞上面也跟大家去聊一聊這個點因為我覺得蠻重要，是因為很多投行真的都出來聊包括我們剛才講 Goldman Sachs 啦 ，DBS Bank 啦，我們還看到 Morgan Stanley 啦，JP Morgan 這些都出來聊。但是大部分其實大的投行其實都是有提到說，回調是很正常的，而且他們其實是預計了10%到15%甚至到20%的回調。哇，在 next 2 years 裡面都會發生，所以這些就是我們所看到的市場大波動的情況啦。這樣不知道他們的這一次波動啊，跟當時候的關稅比起來，哪一個的波動比較大？當然是那個時候關稅的波動比較大，因為關稅的波動是關係到全球貿易的部分，而且是長遠的。因為關稅一下來，就是冚唪唥都大跌哦。對，就是一個20%，就是你全部國家的東西都是20%了，所以那個影響更大，它是直接影響經濟，而這個呢，我們看到的是直接影響股市比較多。可是，在這種所謂的回調的情況下，你認為會不會有那種什麼大機構會暗中去買入？趁低買入嘛？他們講會啊，其實在這個情況之下呢，一定是有很多投資銀行會去做空。也其實會有很多人去做多，但是我們其實就要看它有沒有跌先。如果它真的有跌，看好的機構他們會去買入。那如果說是不看好的，他們在這個時候下跌的時候，他們是賺的錢，因為他們是做空嘛。這其實也是有很多大空頭啦，都已經出來講，他們已經是看空整個美國科技市場。所以接下來我們就看市場會怎麼樣去反應。要知道什麼是做多和做空的話，看我們星期五的那個 Finance 廊。這一期出的時候，你們已經可以看到了，就是我們上一期的 Finance 廊嘛。就是昨天發布的這個 Finance 廊，馬股、美股、港股交易的那個。對，一定要去看一下這一期哦。這一期我們就聊到了很多，中間還有一個好康給到你，所以一定要去看一下啦。OK， 好了，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我其實想要跟大家去聊的關於這2件新聞所以聊的都是美國市場比較多，一個是政府的停擺，希望在我們這期播出的時候呢，已經解決了。已經是特朗普的一個 achievement 了啦。Alright， 然後第二個事情就是美股的大波動，然後也給大家了解說，全球的投資銀行都是怎麼樣去看待這件事情。那這就是我的2個新聞。那你有什麼新聞呢？今天我要聊什麼呢？看到你今天也是聊美國的東西，這樣我也是來聊美國。今天這一期都是跟美國有關係了，跟馬來西亞沒有關係了。那麼呢，這個東西呢，我是要聊 about 特朗普和關稅這個東西，因為他其實在前幾天的時候，我就看到一個新聞，就講他要把關稅賺來的這個錢
派發給美國公民$2000嘛，我就蠻嚇到講，誒，$2000 ，seriously？就是好像來天掉下來的大餅這樣。在11月10日的時候呢，美國總統特朗普他就在星期天的時候，在一個自家媒體平台 Truth Social 發布了一個文章，就說關稅帶來了可觀的收入，而且還有講他要開始還那個國債啊。然後呢，他就在他的那個所謂的帖子裡面就有說哈，反對關稅的人都是傻瓜。我們現在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受尊敬的國家，通貨膨脹率幾乎為零。幾乎啦，幾乎他講的啦，幾乎為零，股市也創下歷史新高，每個人都獲得至少$2000的紅利。所以這是他講的話啦。他講的話，他這個所謂的$2000是除了那種高收入的人啊，這個東西等一下我接下來講的都會有 relate 得到啊。事實上，根據這個聯合早報啊，他就說美國這個通貨膨脹率在2025年9月的時候，其實已經上升至3% 了，來有點特朗普打臉這樣子的意思啦。OK， 針對這個發布$2000的這個東西呢，特朗普其實也沒有來具體說明到底要什麼樣的人才可以拿到，然後講發放這種東西。OK， 簡單來講是這樣哈。可是為什麼特朗普要去發放這個$2000給到人民呢？在美國當地時間的10月30日的時候，美國參議院就以51票贊同，然後47票反對來反對這個關稅的這個東西，就是比較多人要反對繼續關稅的這個東西呀。我覺得特朗普是有一點點來想要反駁這個東西，所以他就利用了這個派$2000給那些所謂的人民來俘獲人心這樣子。But another way 也是有一個東西，就是假設這個關稅這個東西真的是被反駁掉哈，這樣子特朗普是要自己嘔回出來那些利潤的。有給外面，就是來他關稅可能收了很多的錢，然後當他一講這個關稅的東西要 cancel 掉了，這樣他就要把這些所有的利潤還回去給那些人。是因為已經上到法院了嘛？我沒有記錯的話，只是在等法官的裁決。對，就是還沒有 final decision 的，就是要上升到法官的那一邊了。所以他就利用了這個東西，就是所謂的派$2000。假設我是特朗普，我派給你啊，然後我派。這樣如果真的到時候反對了的話，我要追回這個錢就很困難。從特朗普的 pocket 拿咯。這個就 maybe yes maybe no。簡單來講，就是因為是這樣子的關係，所以就才會有這個東西啦。更多只是他的政治意圖啦。好，這樣子的話，這個消息一出來的話，人民應該是鬧到沸沸揚揚吧，應該很開心吧？這個東西我覺得也蠻兩極化，有些人很開心，哇$2000，然後也有部分人其實是來，可能他們也懂特朗普的 pattern，就是只會講。可是行動的話很難講，然後他們就有很多人拍 TikTok 啊那一些來講 about，你給每個人$2000，然後就有人開始算哦，美國人口這樣多，你每個人派$2000，你的關稅的利潤真的是夠 cover給我們這一些人嗎？美國總人口啊大概是3.4億左右嘛，那麼高收入人群到底有多少呢？我們要講去判斷高收入人群呢，這個我們也沒有一個具體的講法嘛，因為我看報章有可能講年收入在$15萬以上。或者家庭收入在$25萬以上，谷歌的話是給我講$30萬以上啊。那麼我們就來判斷一個15% 的人，15% 的人來講已經是算很夠力了。15% 的人是高收入，我們先假設這樣子的東西啊，就是差不多有5100萬人是高收入的。那麼我們就用3.4億扣掉5100萬人。就剩下2.89億人，然後特朗普他就講派發這個$2000，還沒有講派給老年人還是小孩子，他直接講 everyone 嘛，這樣我們就 assume 2.89億人都可以拿到這個東西。如果我們用2.89億乘$2000的話，就是 about $5780億。哇，很多錢呢。OK， 我們要講一個概念，我們就用加拿大的2024年的 GDP 來講，加拿大2024年 GDP 是2.24萬億美元嘛，就差不多 about 1/4。所以他派這筆錢，如果假設真的如他所說，everyone 高收入族群除外之後給的，就是我們所謂的 M40、B40，可能 T 一點點啊 ，right？ 然後這些人就about5700多個億 ，yes， 而且這個amount是一個1/4哦，加拿大一整年的 GDP，yes。那麼我們就來聊一下關於他的這個關稅收入到底有多少錢。根據華爾街見聞的報道哈，美國財政收入在2025財年整體是增加了$3080億的，但是這個$3080億並不是全部都來自關稅。如果我們只是看特朗普提高關稅這一項的話 ，CBO 的估算是2025財年大約會帶來1950億美元的關稅收入。OK， 那麼我們剛剛就說到嘛，他要派給2.多億人的這個$2000的話，的是不是要5000多億？5700多億，5700多億美元。然後那些市場的人就是所謂的人民就會來，你有這樣多錢派給我們咩？你還要講還國債，還要做這個做那個，然後你還要派發回那個薪水什麼之類，反正就是還要用的錢非常的多。然後人民就開始來。特朗普是不是又開始畫大餅啊？所以他們還是有腦的，他們還是去算先，算到了過後發現，嘿，你不要騙我，原來你不夠錢給了。到這時候，你是不是以為特朗普要很沒有面子的，很打臉？我覺得他不會，我覺得他不會沒有臉的，他會 I told you。
他就會這樣子。這個時候，美國財政部長就有出來幫忙圓場，也不算圓場啦，就是有點來。特朗普要講這個東西的時候，他已經講過很多次了，可是還沒有正式跟我討論過。這樣子，OK，他是在受訪的時候有這樣子講過這個東西呀、然後他就為了要圓場，他就講哦，這個$2000可能也不是直接放到你的 pocket 裡面，他可能是從另外一種方式，可能是來幫你扣 tax 啊、allowance 之類的東西，然後讓你獲得這個所謂的$2000，整件事情就是差不多是這樣。所以整個來龍去脈就是這樣子啦。所以關於這個$2000，其實更像是在打個口號，但其實還沒有什麼具體的實行下來了。對，他就是一直講很多次我要派$2000，派$2000，可是他就沒有講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拿，講哪。這樣我們就要期待一下了，這個事情他到底最後會不會做？我們就保留這段視頻財經隨便聊這一段作為一個證據，我們到時候再往回來看特朗普有沒有真的去實行到$2000的這個。你問我的話，我覺得他應該會自己有 U-turn 啊。哎呀，他很正常啊 ，I told you。他的 pattern 哦，所以我覺得沒有問題的，我們就看吧。反正他這個是已經放在 social media 上面公開講，然後有這麼多人在討論。然後自己其實也是看到新聞標題，但是我還沒有真正的點進去看這個新聞 ，right？ 所以我覺得，以目前現在聽來看的話，對人民如果真正的拿這$2000，其實是個好事啦。這個錢從哪裡來，這是大家最關注的一個事情。哦吧，我也是有看到很多美國人民就有講，其實那些所謂拿到的$2000啊，也是他們自己去繳稅，然後再給回來這樣子罷了。對啊，因為我如果說今天這個 tariff 是外國產品進來嘛 ，importer 是誰 ？importer 是美國自己人嘛，花錢買的消費者也還是美國自己人嘛，所以這個效應中到的還是美國自己人。因為剛剛我也是有講到嘛，特朗普就講他的什麼通貨膨脹幾乎為零，其實暴漲指數是有 about 3% 嘛。根據美國的統計局數據，確實是高漲了。因為其實加了關稅的時候，你的通貨膨脹就已經下不去了，因為最後還是會轉交給消費者嘛。這還其實在做這個派遣的時候，他的通貨膨脹也是會更加下不去。這樣是為什麼嘞？是因為增加了市場的購買力，然後就是消費者拿到錢就會想要花更多，然後需求就會上升，所以就變成了通貨膨脹就更加下不去了。所以很多人拍 TikTok 也是會聊 about 這個東西，就是講你派了等於沒有派這樣子。所以如果通貨膨脹近一輪不能被壓縮的話，美聯儲會更加難做事了。所以我更多考量的還是在美聯儲要怎麼辦。對啊，這就是一個很適合我們去探討的話題，包括了如果通貨膨脹繼續高漲的話，很大可能性美聯儲會再陷入一個兩難的情況。是，他就不懂降還是不降這樣子。對，因為我的勞工短缺，我好像應該要降息，可是我通貨膨脹又高漲，我擔心我一降息，我的通貨膨脹一 uncontrol 就更加完蛋了。所以我覺得這就是留給美國要去面對的一個課題吧。我覺得是的，這是他們2025年留下來的一個命題，給他們留在2026年去解決的一個東西。那我覺得以這樣子的情況之下啦，包括我們今天聊的這3個新聞都跟美國有關嘛，就我們的標題可以直接放特朗普的臉在中間。有幾個東西是對於投資者來講我還蠻感興趣的，是因為當美國我們看到越來越多這樣子的新聞出來過後，就代表着市場一定會回來一波的這個所謂的調整。那調整的情況之下呢，對投資者來說就是一個機會。只是這是一個入場的機會，還是這是一個離場的機會，就值得我們更多的去關注了。這大家一定要關注我們的財經隨便聊，是因為在這裡呢，每個禮拜我會跟大家再去 update 整個市場，包括了馬來西亞，包括了美國。那麼呢，我們就更加容易的去知道說，接下來的這個機會到底是好的機會還是不好的機會了。馬來西亞最近也是挺好的。馬來西亞最近挺好，其實馬來西亞有蠻多事情想要聊，但因為這一次的財經隨便我們 slot 不進這個東西，太滿了。包括了馬幣，大家這個是我們的首相最近很開心的一個東西，就是我們馬幣其實漲了蠻高，然後看到新聞標題了，還是講你們反對黨這麼馬幣起的時候不看你們來講的，然後可是馬幣跌的時候一直罵到亂這樣。對，所以這也是一個事情，其實我們可以特別去聊說，到底馬幣為什麼會上漲，跟上漲對我們投資者又有什麼影響 right？ 只不過因為這期的財經隨便我們真的沒有這個時間，所以我們真的是 slot 不進來。那麼可能如果馬幣繼續上漲的話，下個禮拜的財經隨便聊，我們繼續跟你去聊這個課題了。還有一個我蠻想去聊關於馬來西亞的一個財經的部分，就是我們現在沙巴州選嘛，沙巴州選的情況下，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去聊一聊，探討說沙巴的經濟跟整體馬來西亞的經濟是什麼樣，然後再加上大家一直在聊的 MA63的那個部分，所謂的40% 的這個 tax rebate 你要給回沙巴，這些東西我覺得站在財經跟政經的角度，我們可以去聊一聊。這次我們就看有沒有機會，我們留到下周的財經隨便聊。maybe 我們也可以開一期 finance 上聊 about Malaysia 哪一個州屬經濟最好。是，這次都可以聊啊。我覺得 quite interesting 啊，這個東西。我們到時候就再安排一期，好不好？好了，那基本上，那今天我覺得這些新聞聊的都讓我蠻開心哦，也不知道大家觀眾們你們自己對於這一個星期的3個新聞又有什麼不同的看法？歡迎留言下來給我們知道 ，OK？ 如果你也喜歡我們的影片，不要忘了訂閱、按讚以及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留言告訴我們你覺得這期怎麼樣？
好了，那我們下一期的財經隨便再見啦，拜拜。